身为孤儿的女主百千向阳，在年满16岁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来自过世双亲的遗产，赶到现场一看，竟然是一座古宅。刚走进屋内，就听到一声爆炸，烟雾散去，里面竟然站着一个裸男。向阳傻眼儿，就见旁边又扑出俩人，赶紧用衣服裹住那裸男。还没等向阳误以为这些人是小偷，结果先被他们怀疑上了。裸男魁倒是想好好介绍，但他身边的医师和阿紫对向阳态度比较恶劣，听说向阳是宅子的合法持有者，结果还让向阳赶紧滚。不是，这年头强抢民宅也能这么理直气壮了。阿紫告诉他，这可是附近出了名的鬼屋。笑死，鬼能吓跑向阳吗？穷才能。他立刻拿出父母留下的遗嘱，却被阿紫和医师嘲讽，万一是假的呢？向阳很生气，这是他与家人唯一的联系了，不希望对方这样侮辱遗嘱。但魁还是让向阳赶紧离开，不然他们会很为难的。向阳傻眼儿，这年头强盗怎么都这么理直气壮啊？医师和阿紫告诉向阳，在这个宅邸里，现世的常理不通用。现在这个宅子的主人是魁，有原因你就张嘴说，嘴长在你脸上，不是让你当哑巴的。可恶，我要是向阳，可以骗感情，但是不能骗我的房子啊。家可是港湾呢，懂不懂？魁让向阳留宿一晚，第二天天亮赶紧离开这里。当晚，向阳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想起周围人说这里闹鬼的事情，他想告诉自己看到的都是错觉，结果就看见门外出现了诡异的人影。那又怎样？他必须得把这些人赶出去，拿回父母给自己留下的东西。第二天，他为了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家的主人，竟然准备做一顿像样的早餐。不是，大姐，你倒是打电话报警呢。结果发现人家的灶台都是老灶台，阿紫已经把早饭给准备好了，还做了向阳的一份。向阳差点就被这顿早饭给收买了，在厨艺上输给了阿紫。向阳决定做大扫除，发现屋内乱七八糟，仔细一看，罪魁祸首就是医师，睡个觉起来都能拆家。魁赶到现场，还夸向阳大早上起来做家务很勤快。向阳松了一口气，幸亏这家伙把衣服穿上了。向阳表示，这里可是他家，打扫干净不是很正常吗？魁仍旧在旁边夸夸。他看见向阳手上的手机，好奇的接过来看了一眼，手机直接就炸了。医师和阿紫立刻赶过来关心魁，不是，你们仨俨然东呢。向阳含泪抱着自己的手机离开，继续在家里打扫卫生。发现这房子没完没了，走不到底，也很好奇昨天看到的人影究竟是什么。结果发现有灰尘落在身上，一抬头就看到了一群怨灵，嚷嚷着让他赶紧离开这里。向阳气炸了，这可是他家，这群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脏东西竟然还叫他走，于是他张口就骂了一句滚。随后怨灵被轰飞了出去。魁听到声音，带着阿紫赶来，就看到医师和其他的小妖怪被掀翻在地，眼看瞒不住了，魁把这群家伙捆了起来，跟向阳解释这些都是妖怪，并表示他们并非有意要赶走向阳，只是这里已经是妖怪的聚集地了，妖怪们除了这里也去不了别的地方。不过魁并非妖怪，医师和阿紫都是妖怪，但他们都把魁当作亲人。向阳很羡慕这样像家人一般的氛围，有一瞬间想加入这个家庭，结果魁还是希望他离开。向阳大受打击，夺门而出啊！现在的番剧都这么抽象了吗？明明是别人的宅邸，却可以堂而皇之的入住，完事儿了还把原主人赶走，偏偏向阳还就这么接受了。但有妖怪闻到了百千家血脉的味道，于是夺取了向阳的生息。魁立刻扶住向阳，通过 kiss 抽出了血髓。不但如此，还当着向阳的面变身了，明明外表是白发狐妖的模样，尾巴却是孔雀的羽毛。医师和阿紫都是他的式神，在魁的指挥下负责牵制妖怪，由他来一击解决。向阳问魁是妖怪吗？医师和阿紫告诉他，魁是守护神，而向阳他们家建造在异界与现实世界的缝隙中，魁算是家族的守护者，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向阳大脑宕机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他迷迷糊糊听到魁说自己活到现在就是为了守护向阳。第二天，魁发现向阳醒了，还精神满满。他表示自己知道魁劝他走是为了他好，但这里是父母留下的最后遗物，他想在这里寻找父母的过往。说到底，这里可是他家，怎么可能说离开就离开？这一下魁也无可奈何了。向阳本来还在纠结之后的日子会变成怎样，结果一睁眼就发现魁衣衫不整的趴在他床边。向阳吓得给了他一拳，尤其是他听说这家伙因为冷就钻别人被窝，魁又挨了向阳一拳，并表示魁这样的举动很奇怪。他早上起来准备打扫卫生，却发现家里其实并不乱，之前那么乱是因为医师故意搞破坏，想早点把他逼走。向阳叹气，告诉几人
自己好歹是房东，顺便收一波房租。结果发现3人都没有工作，家里的吃穿用度都是莫名其妙出现在房间里的，估计是周边的小妖怪送过来的。不过向阳确实是这里的家主，毕竟他生气让人滚出去的时候，在旁边挑衅的医士就被宅子丢了出去。另外，向阳发现葵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在上学，而他办理的转学手续也快搞定了。就这么忙到晚上，向阳意外发现葵在布置结界。听阿紫和医师的意思，这个结界是为了他而布置的。向阳让葵穿上衣服，决定跟他好好谈谈，想了解这个家究竟是什么情况，以及葵到底在做什么，为什么他会成为守护神。葵表示他普通人的形态和守护神的形态是同一个人。多年前葵还小的时候，不小心误入了宅邸，破坏了这里的枫叶。原本这里应该是有守护神存在的，但是恰好宅邸的主人不在，而葵的体质又特殊，就被选中成为新的守护者。如果不是葵误入，这里的守护神大概率就是向阳了，再加上他又继承了家族的血脉，向阳有些愧疚，毕竟当时的葵还只是个孩子，只是因为迷路就扛下了这么多的压力。但是葵却安慰他，驱逐妖怪也挺帅的。至于向阳询问救不了自己等于白活这句话，葵却避而不谈。向阳彻夜难眠，觉得葵绝对很痛苦，否则不会露出那样的表情。但他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对方表示想让葵解脱，就摘下树上的果子。向阳下意识照做，果树顿时就变成了妖怪，要拿向阳的灵魂做交换。幸亏葵及时赶到现场，向阳这才回过神儿。随后葵立刻变身召唤来式神，虽然击败了树妖，但是葵非常吃力。咱就是说，要不把力量还给向阳吧，感觉他身板比葵硬实，打妖怪应该不在话下。葵担心向阳会难过，故意逗他笑。于是向阳决定拉着葵去赏花，结果发现葵会被困在宅邸的结界里，无论如何都出不去。也就是说，7年前葵迷路误入这里，就再也没有出过宅邸。哥们儿难怪体弱多病呢，家里蹲久了确实伤人呐。而且通过式神们的打听，似乎在外界看来，葵从一开始就不存在，没有人记得他，也没有人会认识他。葵认为这里就是他的栖身之所。向阳这才明白，葵让他离开，其实也很羡慕他。向阳从阿紫那里打听到，葵刚迷路进来的时候，翻遍了所有的书籍，试图找到出去的方法，然而都没有成功。两人劝向阳赶紧离开，即使他愿意代替葵留下来，但这样的同情对葵而言，并非他所期待的。而且他们2个式神也陪着葵，和人类不同，两人绝不会背叛。阿紫他们也劝向阳赶紧离开，他无法背负这些业障。好奇怪呀，向阳不才是家主吗？宅邸被夺走，力量被耗，式神也不站他这一边，放在晋江可是要直接开始复仇流了呀，这算不算真假千金戏码呀？向阳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行走，却意外撞见了即将转学的学校的老师。对方看出向阳有所烦恼，得知他是转学生，听了向阳在纠结的事情，老师告诉向阳，既然不管选什么都不知道会不会后悔，至少选择去做了，事后可以说自己当时已经尽力而为就足够了。向阳顿时打起精神。这边葵很懊悔，向阳离开时他没能够微笑以对，没想到就被一大包行李砸中了。向阳表示他要长期奋战，扛着一大堆东西溜了过来，并表示他要寻找让葵能离开这里的方法。这不是对葵的同情，作为家主，他要寻找父母留下的踪迹，同时也要搞清楚这个宅邸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最后会想办法把葵赶出去。葵心跳加速，他一把抱住了向阳。等会儿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所以葵是小学文凭？不行了，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教育，不是？向阳本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个宅子的古怪之处，万万没想到某天醒来，葵3人都穿上了女装。事情还得从向阳正式转学当天说起。他换好制服，准备前往高中报到。之前遇到的那位绿发老师，还真就是向阳的班主任。班主任表示，虽然学校不算大，但班级里的大家都是好孩子。向阳起初还有些紧张，但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的这么快。放学他就莫名其妙的要带着一群同学去家里做客了，因为大家都很好奇那个传说中的鬼屋是怎么回事。范种和鸟锦2个妹子都是第一次爬山。同学里的阿宅男生妹伟表示，他祖母说过那个宅子里有鬼。高马尾女生刘生觉得他有点扯淡了，就因为大家聊着这个话题，最后莫名其妙的就来百千家探险了。向阳想着入校第1天不好拒绝，也只能先答应了，总不能让这些人真的知道家里有妖怪吧。好在到家后发现小妖怪们都没有搞事，向阳事先委托了葵，尽量不要暴露自己和不认识的男生同居的事情，毕竟自己知道3人的身份，可外人不一定会这么想呀。
向阳本来打算去端茶，结果就发现3人穿上女装出现了，并且还假冒了向阳的姐姐们。内伟更是对伊势一见钟情，葵干脆一把抱住向阳。不过他很快就察觉到不对了，找了个理由把向阳带走，并告诉他的4个同学中有1个人已经死掉了，还没有变成妖怪，只是游魂。但因为获得了向阳这个家族的认可，进入宅子后就在不断的吸收妖气，即将转变成妖怪了。但至于谁是死者，葵也不清楚，因为这些人身上都有向阳的邀请，他们没办法干涉，除非向阳找到那个死者，并且用言灵将对方驱逐出去，这样屋内的诅咒和妖力的消失将会解除。一旦暴露，可能会导致其他同学受伤，而且不能由葵出手，因为他的力量可能会加速妖化。于是向阳接下了任务，回去后发现范种似乎着急上厕所，于是向阳给范种带路。镜子里反射的范种似乎有些不对，但回头又无事发生。向阳开始回忆上山时的对话，不知道究竟谁在说谎，却听到了重物坠地的声音。向阳开门一看，范种摔倒在地，屋檐上的红发男人很期待接下来的发展。向阳通知了阿紫，发现范种的灵魂消失了，但另外2人都说死亡的气息并没有消散，凶手可能就在剩下的3人内。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凶手，另外2人就危险了。葵告诉向阳，凶手应该会存在一定的违和感。向阳返回房间，3人听说范种很不舒服，在另外的房间休息，于是立刻表示要去探望。向阳没办法，只能带着他们前往范种所在的房间。路上，向阳和鸟锦聊起了天，得知鸟锦以前的身体非常虚弱，很少来学校一趟，今天的和大家一起出来玩，他很开心。早知道就早点鼓起勇气往前走了，还得谢谢那个鼓励他的人。就在此时，向阳察觉到有视线看过来，3人已经走到了前面。向阳立刻追上去，想问鸟锦那个鼓励他的人是谁，结果刘生和妹尾都愣了一下，说他们这里没有叫鸟锦的人。葵赶到现场，让向阳赶紧把鸟锦赶走，但向阳却说该赶走的不是鸟锦，指着门缝里的身影让他快离开。门一打开，出现的竟然是范种，准确来说是附身范种的红发男人。此人名叫火车，为什么是火车不是动车呢？速度更快呀！火车一出现就把2个同学给撞晕了。这边回护着向阳，召唤出式神让2人保护好向阳，而火车把鸟锦骗到身边，并告诉他只要吃掉葵，愿望就能实现。但向阳在攻击中听到了鸟锦的心声，这个孩子非常的寂寞，没有人能够看得到他，所以才想变成强大的妖怪，让大家能发现他并交上朋友。原本葵准备直接动手打散鸟锦的灵魂，但向阳却在攻击中一把抓住了鸟锦，看到了他因为体弱住院，直到死前都没有交到朋友，一直以来非常寂寞的内心。但在向阳看来，他们已经是朋友了。得到认可的鸟锦释怀的消失了。火车觉得非常的无趣，表示下次还会来找乐子，并称呼葵为朋友。向阳疑惑，这个火车究竟是谁？葵却让他忘记这件事。这时3个同学惊醒过来，葵3人只能先溜走了。向阳找了个借口说烟囱坏了，刘生并没有寻根问底，甚至还主动帮向阳遮掩。向阳也看出了刘生似乎知道些什么。刘生走前告诉向阳，他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也没看见，也不会过问向阳家人伪装的事情，只对向阳说了句明天见。交朋友就是这样，总要给别人留点隐私吧。一是最开始是被逼和葵签下契约的，这天葵发现封印松动了，猜测可能是火车的出现导致这些封印解除，他必须在向阳出事前保护好对方。放学后，向阳回到家中，总觉得氛围不对，小妖怪们也找到向阳，说家里很怪，都来之前的火车。小妖怪们似乎又惧怕火车，又崇拜他，光是说出名字都害怕。怎么，这是伏地魔加恶罗王的 Pro Max 版吗？不过伊势和阿紫看起来并不害怕火车。小妖怪跟向阳科普，阿紫和伊势都是非常厉害的大妖，阿紫的年龄要更大，伊势则是出身冥兽家族，是传说中令人敬畏的大妖怪。这边葵还在疑惑，火车费这么大劲儿，只是在这些封印上抠出一些小裂缝，不明白对方究竟想做什么。这边向阳找到葵想问火车的事情，发现葵不是很想回答，于是干脆直接问伊势，毕竟他和火车都是用火的。伊势表示他俩的火焰不是一个方向，火车的火焰是吸收一切的黑暗之火，自己的火焰肯定要更加厉害呀。不过他却表示自己已经抛弃了妖怪的束缚，如今只是葵的式神了。向阳就问几人能不能烧掉这些印记，不然家里到处都是，挺丑的，就好像火车在耀武扬威一样。
魁三人愣住，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见那些印记，看来只有向阳能够看清。此时印记突然着火，封印被解除，幸亏魁及时护住了向阳，然而他一变身就被藤蔓缠住，看来是火车故意设下的针对魁的诅咒。魁让他们不要靠近自己，但一世着急要去救魁，阿紫又只能腾出手去限制妖怪。一世一咬牙，放出了更加强大的火焰，虽然烧掉了一部分诅咒，但一世很快就陷入了暴走。原来他们这些式神一旦契约，力量就会全部交给魁，但是魁现在被封印，他和式神之间的联系被斩断，贸然使用力量，最后会把自己都烧掉。向阳十分担心一世的情况，一世一心想救自己的好兄弟。当年他还没有和魁契约的时候，就被家族赶出了家门，还被下了一个诅咒，一旦在人间使用力量，就会烧掉自己的身体，因为他在族群中不守规矩，说他是丢人的小孩。一世嘴上说对家人一点都不留恋，但跟在他身边的小狗妖怪却不这么认为，所以狗妖一直陪在一世身边，两人也算是朋友。突然有一天，狗妖说自己想去人间一趟，因为羡慕人类家人和同伴之间的联络。一世虽然不理解这所谓的联络有什么好看，但他并不想拒绝狗妖的请求，于是他们混到百千家的宅邸，本来可以通过结界前往人间，结果周边到处都是妖怪。一是为了保护狗妖，在这里动用了力量，虽然把妖怪给烧掉了，但诅咒也把他给吞噬了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已经被魁救了。魁告诉一世，再这样下去他会被诅咒吞噬，唯一能够获救的办法就是和魁签订契约。一世起初以为魁是想要他的力量，但魁却说他是受一世的朋友所托。原来狗妖为了救一世，耗尽了所有的力量，只留下最后一部分的力量和醒来的一世见了一面，并希望他能一直活下去。也明白了他们早就成了朋友，而失去朋友的一世懊悔不已，从此发誓绝不会再让同伴遇到危险。如今魁自然算是他的兄弟，眼看这家伙不断释放力量，向阳想要劝阻，但声音无法传达过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魁夺回力量。如果能够对一世下达命令，或许可以阻止一世。向阳没有放弃，决定赌一把。这边恶罗王火车对折磨魁非常的满足，还说魁已经属于他们妖怪这一边了，想把魁带到阴暗的黑暗世界中。但这个时候，向阳靠着阿紫的结界杀了过来，并且唤醒了魁的神智，趁着这个机会让阿紫打破了绳索，成功夺回力量，唤醒一世，一把火烧掉了这些妖怪。但是宅子也被轰了大半，一是汗流浃背，表示自己会修好的。向阳这才点头，说自己也会一起修。经此一战，一是和阿紫对向阳也多了几分佩服，那种场景下还不怯战。魁很讨厌火车说他不算人类这话，但是他看着向阳的笑容，情不自禁地抱住向阳啃了一口，吓了向阳一跳。魁却说自己想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。向阳完全听不懂他的意思，一世也不知道他和魁的契约能延续多久。当年虽然是无可奈何，但如今他们都决定陪在一世身边。这天一早，向阳打着哈欠去上课，走路上就看到一个男生身上缠着诡异的黑气，他刚想上去问问怎么回事，男生却让他别靠近自己，会被诅咒，你也是会变得不幸的真姬。到了学校，向阳才发现这个男生被其他人议论纷纷。此时刘生三人也来学校上课了，向阳这才知道这个男生叫日高，平时很少来学校。另外有传闻，只要接近日高的人，不是生病就是受伤。妹妹表示，日高以前性格很活泼，但后来老是提自己有一个儿时玩伴失踪了，所以大家才说日高是被诅咒了。不过刘生觉得这些都是谣言。妹妹说还有人传日高家养过妖怪，向阳要是想了解的话，可以去问问对本地比较熟悉的班主任。班主任看到向阳主动了解同学，很欣慰，并告诉他这个家妖指的是家里可能驱使了一些妖怪，这不就是出马吗？听说这些家族非常富裕，就容易遭到周边的嫉妒和排挤。班主任告诉向阳，日高家倒是没有被排挤，因为他们家以前和百千家族关系不错。向阳的家族曾是负责这个地区的祈祷师，上一代的家主也很温和，和日高他们家关系不错。向阳一下就来了兴趣，准备去日高家看看。放学后就直接上门拜访，结果被一阵风引到了神龛面前。向阳这个手也是真不长记性，差点就把神龛打开了，还好日高及时阻止了他。向阳问了关于自己父母的事情，但日高并不知情，还让向阳不要和自己的诅咒扯上关系，便把他赶走了。向阳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小狐狸，对方告诉他不要再接近日高，并表示自己不会放过日高。向阳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给魁，结果意外得知魁和日高竟然就是儿时玩伴，只不过魁觉得日高可能不记得自己了，
毕竟他进入结界后，在外界等同于消失了。听到这里，向阳有些失落，而向阳夜不能寐，始终想不起自己那个失踪的童年玩伴长什么样子。不是啊，疑似男二的人一直在惦记男主。日高一出门，却发现向阳竟然在门口，并表示自己对诅咒有免疫，还说日高人不错，害怕身边人被牵连，主动疏远了别人。向阳告诉日高，他离开的时候看到个戴着狐狸面具的孩子，知道对方应该是妖怪，但自己看到了就不会坐视不理。日高没办法，只能告诉他自己爷爷那一辈之前都能看到妖怪，但现在家族已经没有人能看见妖怪了。但他知道有东西跟着自己，因为他做了一场交易。日高的本子里一直装着好友送他的四叶草，但他怎么都想不起对方的长相和名字，只记得好友是个很聪明的孩子，两人关系很不错。只是某天对方突然开始躲避自己，日高想要和好，到处去找四叶草当礼物，意外来到神龛前，里面传出的声音表示要做一场交易，会帮他找到四叶草，但是会拿走日高最重要的东西。日高一个孩子懂啥呀，当场就答应了。好不容易找到四叶草，准备去找朋友，结果却发现朋友从世界上消失了，没有人记得好友，就连他自己都想不起对方的名字和长相。不是，你的意思是说男二最重要的东西是男主？日高一直觉得是自己的缘故才导致好友从世界上消失，他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，认为是中了玩伴对自己施加的诅咒，但他愿意接受这样的报应。向阳却说他的好友没有消失，甚至表示要帮忙解开诅咒。他回到宅子，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葵，还说日高依稀记得葵的存在。葵叹气，他说自己应该不是被日高坑了，只是恰巧他迷路的那天，日高刚好许下了愿望。而日高之所以会被诅咒，是因为他们家族以前确实和妖怪签订了契约，但现在日高家族的人看不见妖怪，就没有办法给妖怪正确的祭品，但是妖怪又不理解人类的行为，所以就自顾自地诅咒了日高。至于最重要的东西，葵叹了一口气，想要解除日高和狐狸的契约，还得委托向阳去帮忙。于是向阳按照葵给的方法，先把神龛给打扫干净，然后重新祭拜，解除了上面的封印，唱出了里面的狐妖一族。经过沟通才知道，日高家族已经看不到他们了，于是决定接受向阳的邀请，前往葵那边。但是这些狐狸的兄长却不同意，还非要对向阳下手。剩下的狐狸们决定拦住兄长，让向阳带着日高先逃走。向阳估计那个狐狸面具的孩子是想证明自己有多厉害，以为这样日高就能知道他的存在。向阳知道对方的目的是自己，所以让日高先逃走。日高不愿意再放弃朋友一次，两个人一起逃跑的时候，狐狸追了上来，并且把两人掀翻出去，正好进入了葵管辖的范围。狐狸被一下砍掉了面具，竟然是葵小时候的模样。日高也找到狐狸道歉，听说事情的经过后，他很理解对方的心情，因为当初他也很少和朋友沟通，但事情必须做一个了结，所以他把属于日高的东西还给了他。原来日高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于好友的回忆。葵也趁机告诉日高，他的好友并不是被他害的，还说对方已经不在人世。没想到日高张嘴就要自杀，追随好友而去。坏了，怎么感觉这个番里所有人都爱男主呢？天杀的，谁告诉我这个是乙女番来着？葵肯定不能让当初的好兄弟嘎了，直接把他弄晕过去。感慨这孩子只有身体长大了。第二天，向阳照常去找日高，却发现日高只记得狐狸的事情，彻底遗忘了葵这位好友的存在。他内心非常的悲伤，觉得葵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。阿紫从噩梦中惊醒，顿时感觉不对。这天，向阳一到客厅，就看到小妖怪们找到了葵，说是附近饮用的泉水被污染了。在这个峡间内的泉水是受龙神庇护的，一旦水源被污染，就证明龙神可能出事了。阿紫也尝试过用水源沟通龙神，然而根本没用。原来阿紫曾是龙神的眷属，在成为妖怪之前，她其实是人类，而且还是被献给龙神的活祭品，实在无法联系到龙神。阿紫决定带着葵他们去龙神的居所，却发现对方竟然不在这里。仔细一想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龙神了。这个时候，阿紫突然感觉身体不适，众人就发现泉水在瞬间被污染了。眼看阿紫的身体愈发恶化，看来龙神是真的出事了。如果一直放任不管，阿紫很有可能就会消失。他想要和龙神对话，不是成为眷属，就是成为活祭品。向阳是不是考虑把自己献了？阿紫和众人出言阻止，因为这样太危险了。而且向阳还是这个家族的家主，葵表示他们会另想办法。然而不论怎样都无法解决。向阳找了过来，葵仍旧不同意献祭他。葵说阿紫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式神，也是被困在这里走不出去时
唯一一个给予他帮助的人。对于奎而言，阿紫就像一个可靠的家长。向阳说他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，但仍旧很喜欢这些家人，所以他愿意去和龙神沟通，哪怕对方是神明，无法理解人类的语言。但是龙神把这一片泉水送给了阿紫，如今的泉水中泛滥着孤独。奎理解向阳想要帮助阿紫的心情，可是他也不想让向阳遇到危险，并承诺如果龙神被污染，他想尽办法都会将对方拔除掉。最终两人决定以活祭品的方式和龙神建立沟通。向阳换上祭品的衣服，奎则亲自主持了献祭仪式。然而召唤来的龙神竟然是邪神的形态，原来污染泉水的元凶就是龙神。向阳没有立刻让奎拔除神明，而是选择和对方谈话，结果被污水卷进了泉眼。奎本来准备追上去，他知道杀掉神明自己也会受到惩罚，但他不想让任何人带走向阳。此时阿紫赶到了现场，希望奎放出他的本体，这样自己就能够安抚龙神，还说他知道龙神真正的想法。奎没有办法，只能同意了。阿紫到水中立刻找到了向阳，然而龙神已经撞了过来。向阳一睁眼就看到了阿紫过去的记忆，顿时泪流满面。阿紫在成为妖怪之前是一个孤儿，被当时的权贵捡回去，培养成了杀手，准备拿去刺杀天皇，甚至还把她打扮成女孩模样。然而有别的刺客先下手为强，还想把阿紫一起杀了，污蔑她。结果阿紫反抗，反杀了这些人，但最终还是被抓了起来，扣上了暗杀天皇的罪名，然后送去当龙神的活祭品。只是不知为何被龙神留了下来，成为眷属。龙神对他很是偏爱，就在某天突然把他赶到了百千家的宅邸，还让他以后不准回来。之后阿紫怎么都无法再找到龙神。阿紫不明白为什么龙神要把他赶走，向阳却说龙神应该看出阿紫孤身一人很寂寞。阿紫意识到现在的自己是很幸福的，向阳还鼓励他一起帮助龙神恢复，于是两人一起合作追上神明。向阳眼尖的发现龙神身上有一张符纸，立刻冲上去拽掉了符咒，没想到龙神直接恢复原样。不是，你是龙神哎，菜成这样不好吧？龙神表示他一开始切断了和阿紫的联络，就是希望阿紫能够和奎他们建立联系，但没有想到阿紫离开后他也很孤独，所以才不小心中了歹人的陷阱。不过现在已经取回力量了，所以轻松解除了这些污染源。龙神希望阿紫能够侍奉新主人，并表示自己会常常巡逻。向阳却提议让他们偶尔见见面，毕竟关系是需要往来的。龙神这才含泪答应下来。最后向阳和阿紫一起上了岸。奎非常担心向阳的情况，但他一直相信阿紫能够主导大局。不是啊，我瞅着向阳一直在化疗，这次怎么说也是向阳的功劳吧。